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宇哥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讲月球内部的古书记录。中国的灵魂观念非常的丰富，从甲骨文到宗教崇拜，从深奥的哲学呢到特殊的中医学，无不透露出灵魂的诡秘。但在对月亮的探索之中呢，人们就发现人类的灵魂呢，有可能是来自于宇宙中一个战败的外星种族灵族，他们被解压到了地球，囚禁在人类的躯体之中。千万年以来呢，灵族从未放弃过对神族的抗争。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月球内部的记载。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，大家理性观看。据说在很久以前呢，宇宙中的神与神之间爆发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战争。当时较弱的人类呢以及城市被可怕的武器瞬间毁灭，佐多玛城的消失，摩亨佐达罗古城的不见，被击伤的月球飞船被迫飞离地球，天与地呢就发生了分离。而神从哪里来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神是驾驶着月球而来。那月球呢是神的宇宙飞船，人类的灵魂呢就是坐着这艘飞船，在神的押解之下呢到达了地球。神在月球上创造了人，并将战败的灵魂禁锢在人的这个假体之中。而月亮呢是人类灵魂轮回转世的一个发生器。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关于灵魂的归处都不如古代印度人说的透彻。这个秘密呢就藏在古代印度的奥义书之中。印度这个国家自古以来文化昌盛，但也四分五裂。到唐代玄奘和尚到达印度时呢，印度的大陆上还有138个小国。今天我们看到的印度一词呢，也来源于唐代的唐玄奘和尚。他在《大唐西域记》里记载呢，关于印度一词的来意呢有两种说法。一种说法就认为印度一词是来自于信度，在当地的语言之中信度表达河流，特指如今的印度河。于是后人就将印度河流流过的区域称为印度。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印度一词源于婆罗多。那相传呢，古时候有一位国王名叫窦山陀，他与进修仙人沙公达罗结婚之后，就生有一子，名叫婆罗多。婆罗多长大之后就成为了轮转王，他的后代被称为婆罗多族。印度有一部著名的史诗是《摩诃婆罗多》，直译过来就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。这部史诗呢是长达10万字之多，而叙述了婆罗多家族的2支后裔巨卢族和班杜族争夺王位的故事。而婆罗多一词呢原意指月亮，所以后来印度就有如月照临之意，即印度可以称为月亮国。现在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吉普赛人，西方不同国家的人也称他们为次冈人、波西米亚人、弗拉明戈人等，其实他们就是印度人。那最早生活在印度的西北方，在10世纪的时候才开始向外迁徙，与印度多姆族为同族，所以吉普赛人称自己为罗姆人。那吉普赛人来自于印度这个月亮之国，所以他们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总是很自豪地称自己是月亮的后裔，或者直接称月亮的孩子。所以印度这个国家与月亮呢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。然而在它的上古文化中则保留了更多关于月亮的信息。奥义书里明确就说呢，人的灵魂来自于月亮，并且它是灵祖之世界，人类的祖先呢由此而生，死后呢也要回到此处。考史多起医药书里面还记载了一个细节，很有意思。上面就是说人死之后人的灵魂飘飘荡荡直上云霄，最后就来到了月亮上。此时月亮会问你一个问题你是谁？如果回答正确的话，月亮之门就会为你打开，你就会回到真正的老家。如果回答错误呢，你就会像一阵雨一样重新落回地球，会变成蠕虫、飞鸟、老虎、狮子、鱼等等动物。当然还有一部分呢也会重新变成人。这大约就是印度最早的轮回转世的思想起源。当时还没有地狱嘛，而轮转王呢就是月亮本身。当月亮问如为谁时呢，什么才是正确的答案呢？正确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你只要回答我为如就行了，也就是我即是月亮。而这里的我呢指的就是灵魂，灵魂即为月，月亮呢就是灵魂的大本营。进入月亮之后呢，你首先就会看到一个很大的湖，湖岸高耸入云，这个湖呢叫做风浪湖，大约平时呢有太多的这个风浪之故而这个湖上呢是没有船的，想要渡过湖去呢，只能凭借自己的意念。一个人平时做好事呢还是做坏事是没有人管的，但是到这里呢就可以试出来了。但凡是做好事多的人呢，善念一起就轻飘飘的渡河而去，而那些做坏事多的人呢，身子就比较沉重，会扑通一声落入湖里，再也爬不出来。时间呢也会舍你而去。这里不但有湖呢，还有一条大河从远处注入湖中。这条河可不得了，它叫不老河，想必是河水有长生不老的功效吧。
能够喝上一口呢，比吃唐僧肉更过瘾。这里虽然是身处月亮的内部但依然有花有草有树木。河的两岸呢，到处都是树有一种树特别有名，名叫高脂药。名字虽然听起来有点怪呢，但此树奇香无比。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美爱，就好听多了呀。再往里走呢，你会看到一座大城，气势磅礴。这个城市呢，叫做婆罗贤城，是月亮里的首都，守卫森严。城里还有一座巍峨的宫殿，名叫无能胜。听这个名字呢，就知道谁也进不去了，天下无敌。而奥义书里说的这些东西呢，我们无法判别，因为谁也没有真正进到过月亮的内部嘛。至今呢，依然是如此。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月亮上有某种对人类来说长生不死的力量。印度人就说月亮为永生女主，这与中国的嫦娥奔月的神话就很相似了呀。嫦娥吃长生不老药而奔月，到了月亮之后呢，又养了玉兔，每天捣药。当然制造的呢，也就是长生不老药。所以在这一点上呢，长生不死药与不老河呢，都是一个意思，那就是指明了月亮其实有某种让人长生不死的力量。可惜呢，人类至今还没有进入到月球里面去嘛。那大哲学家兼科学家毕达哥拉斯呢，他就相信月球是颗不寻常的星球。他认为月球并不是一个荒漠的世界，而是存在着相当发达的文明。他曾经十分肯定地说过，月球是十分优秀的，他们的历史呢，比地球人类的历史古老10倍。据说毕达哥拉斯的这一观点就是从埃及的一位大祭司那里得到的。此外呢，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之中，月亮神一般都是智慧之神。古埃及的智慧之神呢是图特，可见月亮确实与人类的智慧是有关的。包括后来创建佛教的佛陀本人，也与月亮有直接的关系。接着呢，我们将上述所有的内容联系起来，试着推测呢月亮与灵魂轮回的关系。我们看到月亮内部与外部是有很大差异的。月球的内部呢是一个巨大的空心体，里面呢有许多的构造，如奥义书里面所说的城池，也有其他的一些建筑。这也许就是那些我们被称之为神族的外星种族修建的。说白了呢，就是流放灵魂的一种监狱。那个大块的灵魂体呢，就被关押在月球中心的某个构造之中。这个构造体呢，阻绝了宇宙精气的进入，使得这个灵魂体无法获得足够的能量，一直处于极度衰弱之中，无法自我解脱禁锢。当然，在月球的内部也一定有一个实施轮回的装置。当地球人类出生时呢，这个装置就从大块里面分裂出来许多灵魂，而注入到人类去世之时。另外一个装置呢，将搜取灵魂，使之归还于这个大块之中，完成一个轮回。上述的论述仅仅是猜测嘛，是基于世界神话以及各种宗教的思想的推论。它或许是真相，或许是妄想，但任何一种推论都没有绝对的正确性。能够解释最多现象的理论呢，一定有其合理性嘛。其实归根结底呢，人们想要寻找的还是灵魂的印记到底在哪里。人类有关于灵魂的观念最早的起源已不可考，但据目前的资料呢，大约是在人类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精神世界的时候，就有了关于灵魂的信仰。那么宇宙是否允许灵魂存在呢？人类的历史只有5万年左右，而地球呢却有45亿年的历史，而宇宙呢更是有不可想象的130多亿年。以人类5万年的智慧去窥探宇宙130多亿年的智慧结论只有一个，可以忽略不计了。科学界就认为我们所能够感知到的宇宙只是整个宇宙的5%，而暗物质呢却占了总宇宙的27%。那剩下的68%呢是暗能量。或许在我们已知的宇宙中不可能产生灵魂这样的物种，但是在暗物质的世界里面却极有可能产生这样的生命。由暗物质产生的生命体同样存在于我们感觉之外，无论用任何手段呢，都无法感知到它们。然而它们与暗物质一样是真实存在的。当它们跨越2种物质的界限，就完全有可能将灵族呢流放到我们这个宇宙中来。从一切的实验数据来看呢，人类虽然可以通过观察改变粒子的属性，但作用力极其有限。现实也在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不可能因为人类的观察而产生，那么势必要引入一个更高级的观察意识。于是呢，有了这样一个逻辑，那就是宇宙知觉之后才是灵魂知觉，然后才是人类的知觉。因为是宇宙知觉观察着整个宇宙，于是宇宙不可避免的才会诞生。同时诞生的还有次一级的，就是灵魂的知觉，而灵魂知觉观察着我们，于是人类才诞生。可见在我们这个世界上，灵魂的存在不但是可能的，而且是必须的。如果没有灵魂的知觉的观察呢，人类就不可能存在了。因此呢，宇宙是允许灵魂存在的，这是一个哲学问题。
那讲到这里呢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灵魂可能不是一个虚无的神学概念，而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。灵族可能曾经是其他宇宙中的一个高级智慧生物，是一个鲜活的生命。神族呢，从遥远的宇宙带着灵族来到了地球，这里的宇宙精气比较稀薄，而地球轨道的波幅呢，又会影响宇宙的精气能量。这里正是一个安置灵魂的好地方，即使吃不饱也饿不死。更妙的是，这个宇宙环境中灵族不能够自主生存，它只能够通过假体来获得宇宙之精。那到达地球的宇宙精气呢，会被所有的物体吸收，并再一次释放，而水呢，则是最好聚集精气的一个载体。这就可以解释说好多的基本原理比如说形藏风，水聚气，一切的动植物呢，都可以载留这个宇宙的精气，这就成为了中药医人的一个原理所在，也是灵魂可以通过人体的经络、饮食、呼吸来获取宇宙精气的原理，与我们之前讲过的《黄帝内经》是很相似。而灵魂呢，辛苦地获得了宇宙精气，并不能够独享，它有两方面的消耗，一方面呢是将宇宙的精气转化为灵魂的能量，而这方面的记载呢，在《黄帝内经》里几乎没有。而另一方面呢，是为了维护与假体之间的平衡，它要将宇宙的精气呢转化为其他东西消耗掉。从原则上来讲呢，灵魂获得宇宙精气越多，其自身呢就越健康，能力越大。但是现实偏偏不如灵魂所愿。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呢，假体所消耗的宇宙精气会越来越多。原本一个健康的灵魂是有义务保护它的假体的，从而达到呢两套生命系统的平衡。然而由于人类过分的使用自己的身体，造成宇宙精气的大量消耗，而灵魂呢就会越来越虚弱，使我们失去了这一层天然强大的保护。其后果呢，就是疾病有可能越来越多。在旧约里面上帝对人类的评价就是人类有很固执的自我意志，不愿意接受神的教导，常常呢硬着个脖子，并且呢屡屡反叛神的意志。人类是神创造的，为什么我们却要对神呢硬着脖子？这就说不通啊！如果联想到以前我们的论述内容就会恍然大悟。硬着脖子的并不是人类，而是在人类身体内的灵魂。他们不但有资格，而且还有充分的理由一直对神硬着脖子。所以我们讨论人与神的关系实际上是在讨论灵与神的关系。此点呢也至为重要。人类对于创造者的态度呢，背后反映的是灵魂和神族之间的态度。而灵魂族虽然被流放，但从未屈服过。人类其实对所有的神从来就没有虔诚过。当人类的力量越来越大时所有的神就会越来越弱，这是一条不变的法则。可以说，从灵魂被流放，人类被创造之始呢，叛逆就不可避免。当然，早期的人类反抗的行为并不是很直接，而是采取不服从、不合作的消极抵抗。人类的第一次反叛的行为呢，就是亚当偷吃善恶果，这是一次典型的不服从的抵抗。再接下来呢，就是修建通天塔这件事。在旧约上就说，人类的祖先们最初的时候都住在同一个地方，讲同一种语言。他们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发现了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，于是人类的祖先们就在那里定居下来，并修建起了城池。随着时间的流逝呢，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，也越来越强大，并且有了充足的信心。某一天呢，这些人聚在一起就商量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做砖，把砖烧透了。于是他们发明了烧砖技术，并懂得了用石漆当灰泥。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呢？原来他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一座通天的塔。人们说，我们要宣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之上，直到高高的塔已冲入云霄呢。这个时候神才发现了这件事，并惹得神很不高兴，因为这是人类第一次集合起来要干的最大一件事。如果这件事干成了，人类就会团结起来，日后呢可能就会干出更大的事情来。这一点呢，神是不愿意看到的。里面就说，看他们成为了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，如今可以做这件事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呢，就没有做不成的了。任何的东西分散开来呢，都是没有危害的，可是一旦聚起来，哪怕是蚂蚁都会让人紧张，更何况是一群有灵魂、有目的的人类呢？于是神变乱了人的语言，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，无法交流，自然就形不成合一的力量来。而且因为无法交流呢，还容易产生误解和仇恨。但就这样呢，神还是不放心，于是神又使众人分散在了全球各地，彻底的化解了人类联合起来的企图。后来呢，建通天塔的地方被命名为冒犯上帝的城市。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嘛，就是人类为什么要造一座通天塔呢？按照之前的推测，月亮是艘神驾驶来的宇宙飞船，就悬停在华夏西北部的近地轨道上，低的仿佛踮起脚尖就可以够得着。
而中国古人称这艘大船为天，故而就有了天崇拜。此外还有另外一个称呼，那就是昆仑的悬浮，既是整个昆仑山的悬浮部分就是悬浮在半空中的月球宇宙飞船。由此可以看来呢，人造通天塔只有一个解释，那就是人是想建造一条通往月球宇宙飞船的通道，直接的进入神的天国。根据人类固执的天性，人类去神住的地方并不是想要讨好神，而是另有所图。我们这样来推测，神将灵族囚禁在了人的体内，但必定有一套解脱的方法与程序嘛，或者在神的宫殿里就藏着这样一个按钮，一旦被启动呢，所有的灵魂都会瞬时解脱。这才是人类灵魂梦寐以求的东西，这也是人类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反抗神的根本原因。而人类修建通天塔，想进入神的驻地，很有可能是为了得到解脱的根本方法。可惜的是呢，人类的这次尝试失败了。但是别忘了呀，人类是固执的物种，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。果然呢，没过多久人类又直接开始反叛了。他们虽然有这个意愿，但是没有本钱呀。像神毁灭索多玛城使用的武器，人类就没有呀。直接与神开战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但人类呢，并非没有一点希望。人类的机会就在于神内部的斗争。从旧约里就看神也是一个群体，而绝非是一个。比如说，在造人的时候呢，神就说按我们的形象来造人。在毁灭索多玛城时呢，也使用了耶和华们一词，可见他们是一个族群，是一个群体。那有群体呢，斗争就不可避免。神、人、动物在这一点上都并无二致，都没有差别。甚至自然界呢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一块石头呢，相安无事，只要有两块石头呢，就有可能发生碰撞。在神这个族群里呢，争权夺利之事呢，也是经常发生的。在人类现存的神话中，有很大一部分在讲述神之间的矛盾，以及神与神之间的战争。由此可见，神的世界里同样充满了矛盾，就像是人世间一样，充满了黑暗、欺骗、战争。而各怀鬼胎的神人混杂在一起于是在神统治地球的最后一段时间里，地球上一定就上演了一场大混战，于是才有了今天的神话传说。那么好了，故事呢，宇哥也就讲完了。